所以你要怎样知道你需不需要进行这个心肺复苏法，就是 CPR 啊。今天我就教你怎样去 check 那个病人，怎样知道需不需要做。Okay, 第一，当病人躺着的时候，如果他好像昏昏沉沉，好像没有 respond， 你就是拍他肩膀 ，Hello， Hello， 嘿，醒一醒，醒一醒。如果他没有 respond 的话，连眼睛都不开，啊，他就是在昏迷状况了，啊，在昏迷状况了。然后呢，我教你一招，就是可以在这个颈部这里呢，啊，颈部这里呢，你用2只手指呢靠近你的地方，好像你站在这边就是靠近你就这个咯，如果你站那边就是这边咯，啊，就2只手指放在颈部的，你看这里有个 muscle 吗？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颈部的这个很大条的这个肌肉吗？就在它前面，你放2个手指，现在你可以试看的，要放2个手指这样按下，看有没有脉搏，你试试看，尽量去找。如果今天找到的，恭喜你。我觉得这一招很重要，为什么呢？如果你可以在这里摸到有脉搏的话，你习惯了。如果那个病人没有脉搏的话，那就是你应该做 CPR 的时候。可是有些人就说你不会做也不要紧，不会做这一点也不要紧，这是不重要。可是如果可以做的就锦上添花哈，就是你拍了过后他不醒 ，OK， 然后你看看他呼吸，你知道呼吸的啦，呼吸当然是有气这里出来啊，连呼吸都没有。啊，或者是他的那个肺部，你看他没有上下，他只是在那边停着的，啊，那你不需要 check pulse 都可以的，直接就做 CPR 了。有人找到了哈。OK， 怎样做 CPR 呢？啊，我现在做的不是那种你不需要用口对口呼吸那种，不需要的，不需要的啊，你只是做 chest compression only，chest massage only， 就是在我们这个心脏很好很好，很多人找到，很好很好。可是现在你找看你的 partner， 就是找你老公的，看有没有找到吗？因为你现在是 check 自己嘛，对不对？ check 别人看看，或者找孩子来，我 check 一下啊。然后你也可以叫你的孩子去 check 你们的，让大家都有这个共识，就是说大家可以互相照顾自己，就 check 一下哈。然后呢，要怎样做心外压啊？心外压就是我们讲的 chest compression。OK， 我们的心脏呢，我们心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平的骨，这个骨头啊，就是排骨那边有一个平平的骨头，这个骨头这样长嘛了，然后就是下面就是胃，胃的上面那端呢，就是最是骨头的骨头的最下端呢，这个中间这块平骨胸骨中间这块最下面那端呢，最下面那端你放2个手指，算上来，意思说你这样子一直摸下去，然后2个手指，就是2个手指这样子，这里下面就是最低 ，let's say 这里是最低，你放2个小指，然后你的手掌就放这里了，意思说在这里了，这个手掌这个地方放在中间，意思说从胃的上面2个手指啦就可以了，胃的上面2个手指就可以了，就是掌心跟掌心这样子，对不起，你可以看得到吗？看得到哈，这个就是我们的掌心哈，就是这样子。这样子拿着，然后就这个放在你的心这个地方，怎样挤呢？就是你蹲下来，你就是跪着跪着病人的旁边，病人最好是在地上啦，因为你在那沙发做不到的，就让他平躺在地上硬的地方，然后你的手呢就是这样子在他身边这样子放，好，这样子，然后这个地方要直不能这样子歪直直这样子按，这样子每次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按的。不能这样子按，直接就是用身体这样按下去 ，OK。所以你跪在这一边的话，你直接这样按，怎样按多快呢？就是100次，1分钟里面要按100次，然后每一次按的时候呢，你按下去的时候大概是2寸，然后呢，按了2寸过后呢，让它直接恢复原状，就是不要出力。对，是乳头中间。对，如果是女性的话，就是我们的肋骨2个手指上；男性就是乳头那个中间。So， 你像每次1，然后就放松，2，这样子放松。你这样算100次1分钟，尽量去做，等到 ambulance 来，那就有救了。然后你要告诉 ambulance 你几时做的，几时开始做，然后距离那个病人昏迷到现在多久了。如果你是可以做这一点的话，
这一点是救命的，真的是救命的。因为有做 CPR 和没有做 CPR 的病人的 outcome 啊，有做 CPR 的，在家里有人会做 CPR 的，他的那个病人有得救的机会比较高。所以你不需要1分钟100到120啦，你给一个 range 他们呢，100到120，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总之是有做 CPR， 有压心外压就对了。如果你不要做很不善不要紧的啊 ，Claymore， 你只是做的感染白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很恶心啊，不会做那个口对口，所以你就直接就做。如果家里没有人的话怎么办？现在我就要教你了。这个等一下我下一步就是要说，如果你是一个人，你应该怎样做，好不好？好，先教好你们这一点先。如果你会做心外压的话，你的亲人就有机会。最重要是，如果你家人有人有中过心脏病的，你们做家人的最好是学习一下怎样做 CPR， 然后跟医院申请。意思说，那个病人如果还有心脏病过的，家属可以跟那个医院申请，你要学习怎样做 CPR， 那是最好的最有用的防身法，好不好？所以做 CPR 就可以了，其他东西你都不需要给，什么氧气什么都不需要给，你只做心外压就可以了。等到 ambulance 来，这个就是等到 ambulance 来就可以了，这个是最有用的。OK， 不需要人口对口啊，不需要啊。还没有，如果是他没有昏迷的话，他只是很 OK， 他还是可以跟你讲话的，这样你就叫他静静的就你陪伴他就可以了，叫他不要紧张就 OK。如果是说有宗教的人，就叫他念经就好了，真的是这个时候念经是有用的，因为他可以把心情缓舒掉。OK，CPR 需要用力吗？总之是你可以按到2寸进去，2寸可以按进去，2寸，然后放手就可以了。不是放手，意思说把身体就退回，然后再继续。对不起。OK， 对不起，等一个，用自己按下去2寸，然后呢，就让那个2寸反弹回来，再继续2寸就可以了。OK， 在什么地方可以学 CPR？ 很多地方可以学St. John Ambulance 啊，你可以在他们网页去找一下Red Crescent 啊，或者是在如果是在 Cardiology 的 clinic 那边，你们可以问一下，如果是有心脏病的病人，他们可以安排全部的急诊室有些地方他们都有教的，可是多数是交给那些比较medical personnel 他们还教的。如果是大众的话，大多数是 St. John Ambulance 还有我们的 Red Crescent 或者是 J 班他们有教。OK， 你可以在网上找一找，打电话去问，我觉得是很好的。然后还有学生，好像你们的孩子在学校有这个 CPR 的 course 叫他们学。我平常我们会教那个小孩子呢，就用那个 teddy bear 就做 CPR 在那个 teddy bear 大只的 teddy bear 这是他们 learning how to learn 的OK。还有刚才我说到的有一个就是要放那个药丸放在舌头下面的那个药丸叫做 GTN pill 这个 GTN pill 呢，很多那个有中过心脏病的病人他手上都有的，你看戏他会跌下去等一下我会讲一讲那个胃，不用紧张，我会讲一下然后这个 GTN 呢，它只能放1粒如果是呢你昨天吃了1粒，早上又痛，你再吃多1粒的话不行那要到医院要到医院因为吃过超过1粒过后的人，多数他的心塞已经很久，很严重，他需要医院的。如果吃1粒可以过的话，我都提议你们来医院 check 一下。你不要说吃了1粒OK， 我明天再继续工作，除非那个医生讲过的，就是说你的病已经是很严重了，你吃1粒还可以打鼾就打鼾了，这样子 OK。可是我个人的话，如果你吃1粒过后心这个痛不见了，还是来医院 check 一下比较好还有人问刚才说这个 CPR 可以做多久？刚问很简单，做到你累，或者是做到 ambulance 来，其中一个，或者是叫人交替因为他等到那个病人苏醒也是会停，意思说你做到一半，苏醒了，这样就停了